真是可怜这个小哑巴了。昨天才刚过完4岁生辰，今天就落水。他这个样子应该是醒不过来了。我落水了。跟着这个小哑巴，我真是倒了8辈子霉。我要是在容妃的宫里当容妃的宫女就好了。哑巴，容妃，这不是我刚看过的那本小说吗？我穿成了书里的哑巴公主，才刚过完生辰就被孙姑姑推下水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我马上就会因为呼吸不畅窒息而死。小公主没气了，快去叫太医呀！皇后娘娘驾到！静儿，醒醒！静儿，静儿，太医呢？娘娘，娘娘节哀，小公主已经没气了。不可能，明明静儿昨天还活蹦乱跳的，过完4岁的生辰，怎么可能突然就没了？我堂堂一个玄门大小姐，进可掐算天机，退可传音入耳，还知晓书中剧情，可不能就这么挂了呀！母后，竟然还没凉透呢！刚才那个声音，静儿自幼失声，这绝对不可能是她说出来的话。但此处能叫本宫母后的人，除了她，母后不信可以摸摸，静儿是不是还有心跳和脉搏？还活着。我呛水闭住了气息，母后快帮我按压胸口，助我排水。娘娘节哀，还是让小公主早日入土。孙姑姑竟然还在装，看我怎么揭穿你！静儿，真活了！人都断气了，怎么还能活过来？静儿，静儿，静儿，你醒了，起来！都怪静儿让母后担心了，要不是孙姑姑，静儿也不会落水的。娘娘，我这就去找太医。站住！本宫问你，静儿到底是怎么落的水？娘娘，是奴婢照顾不周，是小公主自己落的水。她撒谎，明明是她偷偷把我从身后把我推下去的。还敢撒谎！来人，给我杖责50大板！娘娘冤枉啊！小公主从小脾气不好，是小公主不让奴婢们跟着的。小公主，你帮奴婢说几句话呀！小公主，母后，孙姑姑这是在欺负我不能说话，所以在你面前胡言乱语呢。来人！来人！在！把这些宫女统统给我捆了带下去，每人各打20大板。1日不说实话，1日不给饭吃。当然，孙姑姑自然要特别关照。是。哇塞，母后真帅，我为母后举大旗。我都招。娘娘，孙姑姑招了，指使她的人是容妃。亏得本宫如此真心待她，没想到竟然是容妃的眼线。那还留她吗？她毕竟跟了本宫这么多年，就打断双手，丢到掖庭，让她自生自灭去吧。唉，母后还是太心慈手软了。书里写着你留她一命，最后她还会转过头来帮容妃害你。不行，我得帮母后一把。静儿要是会说话就好了，父皇就能喜欢静儿了。静儿记得小时候是说过话的，可是喝了孙姑姑给的药之后就说不出来了。小公主，喝药吧。不要，我不要喝药。小公主，喝了药病才能好。
么？静儿不会说话，竟是被孙姑姑所害。知秋，通知下去，那个人不用留了。可这样会不会让容妃起疑？本宫这些年处处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他们变本加厉的欺负静儿。本宫毕竟是皇后，容妃就算是想作妖，也得好好掂量掂量。是。母后威武！什么？孙姑姑死了？是，据说是昨夜下了场雨，孙姑姑走夜路没点灯笼，撞上山石死了。蠢货！青莲，你说会不会是皇后察觉到了什么？不会的，这么多年都没发现，如今更是发现不了了。那个小哑巴落了水以后，孙希墨搞得如此大张旗鼓，没准真能被查出来。娘娘，奴婢派人去长平宫打听过，大家都说是那小公主自己没站稳掉下去的。娘娘，你实在多虑了。他那么宝贝自己的孩子，那日二皇子冲撞了本宫被禁足，他硬是跪在御书房外整整一夜。真要是察觉到什么，怎么可能如此淡定？他跪也没用，现在谁不知道娘娘您宠冠6宫？咱大殿下又是陛下的长子，就算他生了二殿下和公主，陛下不也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吗？是啊，等本宫的孩儿当上太子，江怀柔的皇后之位，就也是本宫的了。是，江怀柔，我看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哼！睡吧。我落水之后，皇帝爹连句嘘寒问暖都没有，想要在宫里站稳脚，必须要借他的力才行。趁母亲外出祈福，嘿嘿，我必须搞把大的。这些吸血的下人果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，偷了我这么多东西，哼！走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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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宫女院为何无缘无故会突然起火？哎呀，咱家哪知道啊！赶紧过来帮忙嘛！要是烧到主殿上的小公主，皇上会怪罪的。算了吧，自打这小哑巴出生，皇上就没来过这长平宫。可是我偷拿的金银珠宝还在里面呢。怎么样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是你放的火。是啊，让你们平时欺负我，这是对你们的惩罚。好你个小兔崽子，别以为今天皇后替你撑腰了，你就可以为所欲为。就是，谁不知道陛下这几年连正眼都不看皇后一眼？我今天就让你这个小哑巴知道什么叫引火烧身！住手！
皇上驾到！大胆！朕看谁敢动他！大胆！朕看谁敢动他！静儿，没事吧？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妄议皇后，欺辱公主！奴婢知罪。是不是朕不来长平宫，你们就敢犯上作乱？奴婢不敢。陛下息怒，是小公主放火烧宫，奴婢只是在劝解小公主。大胆，当差不力，还敢污蔑公主！皇后娘娘，奴婢冤枉，是真的，是小公主自己说的放的火。母后，他们都在欺负我不能说话，所以在你面前胡言乱语呢。陛下，这宫里面的火呀，都已经扑灭了，抢出了不少金银珠宝。看样子像是小公主的。这群人果然胆大包天，但是想要引得陛下重视，还得让他亲自处置。陛下，这簪子的确是静儿的，只是不知为何会出现在宫女们居住的地方。为何会出现？那就要看看有多少人手脚不干净。陛下饶命！既然手脚不干净，那就帮他们洗干净。来人！还不招吗？奴婢招，奴婢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东西，一时鬼迷心窍。陛下饶命！都怪孙姑姑贪财，若是不贿赂他，他便只给我们最脏最累的活。我们都是奴才，哪有什么好东西可送？陛下明鉴，奴婢拿的都是一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，远没有孙姑姑拿的多。陛下，静儿可是您的亲生女儿，求陛下做主。拖下去，全部杖毙！陛下饶命！静儿，去，给你父皇行礼去。小六见过父皇。他说的什么？小公主说小六拜见父皇。连手语都不会，看来他是真的不在乎我和母后，得想到办法让他关注到我才行。有啦！许久不见，这小丫头都长这么大了，挺可爱的。静儿，过来让父皇抱抱。父皇杖毙工人，好凶，好可怕！什么声音？这么甜的声音，又叫朕父皇？莫不是老天怜惜朕这个天生失语的女儿，所以让朕听到了她的声音？看来这世上只有朕这个真龙天子才听得见。父皇好久没见到静儿了，有没有想父皇啊？当然有，静儿和母后也可是天天都在盼着父王能过来呢。是啊，朕也好久未与皇后好好说话了。父皇老不来看母后，大家都以为帝后貌合神离，甚至怀疑后位要易主了呢。朕虽然宠爱美人们，鲜少来皇后宫中，但也从未动过废后的想法。这些嚼舌根的人，倒是帮朕归过上了。戚福德，通知御膳房准备晚膳。朕今日要好好陪一陪皇后。我可是能掐会算、能传音入耳的玄门大小姐，小小后宫拿捏拿捏。长平宫宫女院起火，陛下赶去看小公主的状况，随后便和皇后和公主一同用膳。小贱人，找死！不行，不能让陛下在江怀柔那里留宿。你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本宫学了一支新曲子，想给陛下看。是。好久都没有吃过热饭了，要是父皇天天来就好了，晴儿就不会受下人欺负了。这群该死的奴才，竟敢欺负朕的公主！
怎么哭了？是吓到了吗？静儿不怕，静儿只是难过。那些玉如意、平安镯、小金马，都是静儿出生时父皇赏赐的，都没了。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看重朕给他的东西。那你想让父皇怎么补偿你啊？静儿只是想和家人在一起。唉，要是二哥哥也在就好了。他明明没有冲撞父皇，容妃娘娘那个坏女人，她为什么要说谎呢？容妃说谎，容妃说谎。容妃娘娘，未经通报，不得。陛下，嫔孝那孩子对臣妾出言不逊，侮辱臣妾歌妓出身，上不了台面，臣妾委屈啊。此话当真？臣妾以性命起誓，绝无半点虚言。传令下去，将二殿下禁足3个月。这，谢陛下。静儿不提，差点忘了这事。不过，这小丫头怎么知道嫔孝是被冤枉的？容妃娘娘表面看着温柔大度，实际上她就是一个小肚鸡肠的坏女人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这么复杂的手语，静儿都不会，应该怎么告诉父皇？他会害死二哥哥和静儿呢。静儿可不想死啊！容妃要害死朕的孩子，这是何意？如果真的要死了，静儿也想和二哥哥死在一起。看来是这小丫头想哥哥。罢了，嫔孝被关了1个月，也该知错了。季福德，传朕口谕，解除二殿下的禁足。这，公主殿里的宫女已经全部清理了，皇后还要费些心思，挑些得力的侍女才好。是，臣妾一定会调拨手下的人过来服侍静儿的。好，你看着安排吧。你怎么来了？容妃娘娘，请您去存柳宫。皇上已有数月没有来我这里了，为了孩子，我也得留下他。陛下，既然您事务繁忙，那臣妾就不耽误陛下了。首儿，这是在赶朕走吗？朕今晚哪儿都不去。皇上，陛下，那容妃娘娘那边，随便找个理由打发她。这，怎么样？陛下似乎对皇后重燃旧情，不仅解除了二殿下的禁足令，对待小公主也格外好。贱人！本宫本想留他们一条贱命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本宫心狠。去，给上服局的刘尚府带句话，就说小公主该裁制几件新衣了。是。小公主醒了，快把衣服拿过来，好，把热水也拿过来。小公主梳头用的发绳，还有簪花和耳饰。对了，斗篷也不能忘。都干什么呢？没半点规矩，还不快退下！是。一群见风使舵的东西，当初娘娘受冷落啊，我没见他们干活这么积极过。这件衣服怎么没见过？这是上服局新送来的衣裳，估计是得了昨夜陛下留宿的消息，连夜赶制出来巴结殿下。上服局在书里面，刘尚福是容妃的人。
他不可能巴结我。所以这衣服，书里写的容妃会在衣服里做手脚，果然有问题。现在只要找个机会，让渣爹发现。时辰不早了，奴婢带公主啊去前殿用膳。真不错。皇后，你陪静儿用膳，朕还有事，先走了。若是现在将渣爹引到容妃那里，不就正好能揭穿容妃的诡计吗？恭送陛下。父皇抱抱，父皇抱抱，好漂亮的轿辇，静儿也想坐。静儿，父皇还有政务要处理，晚点再来陪静儿。不嘛，我就要跟父皇在一起。静儿乖，来母后这里。父皇好不容易来看一次静儿，静儿就要跟父皇在一起嘛。坏了，这世上只有我能听到静儿的心声，万一陛下误会静儿骄纵顽劣，生气了可怎么办？陛下，静儿可是想做父皇的轿辇，那父皇抱着静儿一起坐好不好？那父皇带你去御花园玩。去御花园会经过容妃娘娘的存柳宫，静儿怕怕。容妃娘娘温柔贤良，这小丫头怎么会这么怕的？罢了，带她去一趟存柳宫，她就知道容妃娘娘的好了。摆驾存柳宫。这摆驾存柳宫。没用的东西！那老太婆半年都留不住皇上了，怎么偏昨天就留下？还用甜言蜜语，哄得陛下将平孝那个死小子给放了出来。让你们偷偷混进去，你们倒好，一个个全被撵出来，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这个死老妖婆生了一双妖精儿女，尤其是袁静那个小哑巴，也不知道使了什么狐媚妖术，竟哄得陛下一愣一愣的，还让陛下亲自给他喂食，连本宫的孩子都没这个待遇。静儿好害怕。静儿不怕，父皇会保护静儿的。他完蛋了。娘娘慎言，小心隔墙有耳啊！怕什么？这是存柳宫，有谁能大得过我？皇上驾到！陛下，您怎么来了？怎么，见到朕你不开心吗？为何满脸惊恐？陛下，刚才那些下人乱嚼舌根，臣妾正教训他们呢，您就来了，吓臣妾一跳。果真如此吗？陛下，您难道还不相信臣妾吗？还愣着做什么？捂了陛下的耳朵，还不快下去受罚？是。陛下怎么把那小贱人一起带来了？谅她一个小丫头，也掀不起什么风浪。哼！陛下，您怎么一早就到臣妾这儿了？朕为什么会来？爱妃难道不清楚吗？不是吧，渣爹这么快就原谅他了？昏君啊，昏君啊！陛下，静儿就知道父皇心里只有容妃娘娘，任凭他怎么骂静儿和母后，爹爹都不会给静儿撑腰的。静儿以后只能吃馊饭了。陛下，朕平时对你还是太过宠爱，你以下犯上，辱骂皇后，此事你可知罪？这事儿不是已经接过去了吗？陛下怎么又想起来了？陛下，臣妾不是有心的，并非是对皇后娘娘不敬啊！你言语间指着皇后骂，还顺道骂了朕的一双子女，如此也能算是无心？陛下，二皇子当众折辱臣妾，
您轻易放他也就不说了，昨日可是臣妾的生辰，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竟然撇下臣妾，臣妾一时委屈，才冒犯了皇后娘娘。朕这几日确实是冷落了他，罢了，以后谨言慎行。不是吧？渣爹真是被这个妖妃耍得团团转，再这么下去，离灭国都不远了呀！唉，怎么办呀？对了，我怎么把这个忘了？我身上还穿着他的把柄呢。静儿，小公主。家好痛痛，要父皇抱抱。不哭不哭。小公主这裙摆都拖地了，他们长平宫是怎么伺候的？是青儿喜欢这件香香的衣裳，硬要穿的。小公主说，她非常喜欢这件香香的衣服，是她自己硬要穿的。好，既然你喜欢，那父皇叫上服局的人再给你改改尺寸。去把刘尚服叫来。只要让渣爹发现容妃派人在我衣服上下了毒，这个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奴婢刘心之见过皇上、容妃娘娘。平身。陛下该不会发现了什么吧？容妃娘娘说内毒很隐秘的，应该发现不了吧？不必拘谨。静儿喜欢你做的衣裳，只是尺寸稍微大了，你带回去改改，改好了有赏。是，陛下，奴婢必尽心尽力为小公主改制衣裳。好难受，头好晕啊！静儿，怎么会发作这么快？巫医不是说这是慢性毒吗？快找太医！太医不行，这毒虽然隐秘，但保不准会被太医看出来。不行，不能叫太医，不能叫太医。为何？小公主她只是衣服太紧了，静儿给她换下来就好。要是等太医的话，就来不及了。不是的，父皇，是衣服上有奇怪的味道，让妻儿呼吸不过来。说吧，你在小公主的衣服上做了什么手脚？陛下，奴婢不知道您在说什么。这熏香怎么回事？真是个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干不好。熏香，看起来陛下并没有发现里面下了毒。陛下，定是那些新人不懂得规矩，熏了香。小公主要是闻了不舒服，奴婢这就让下人再也不要熏了。哼，想蒙混过去，做梦！是该到我秀演技的时候了。怎么回事？衣服不是已经脱了吗？静儿身上也全是这个味道，好难受，静儿要死了。陛下，这似乎不是普通的熏香，这香气能一直往下渗透啊！快点叫人更衣，把长香大宫女给朕叫来。参见陛下。父皇爸爸，起来吧。回陛下，这不是宫里的香。
此香应是产自叶州，与其说是香，不如说是毒。叶州，宫内只有容妃娘娘来自叶州，莫非？大胆！竟敢冤枉本宫谋害皇嗣！冤枉？这事如果与你无关，你刚才为何如此慌张？陛下，臣妾只是想，若是容妃出事，我的孩儿肯定也活不了。陛下，此事与容妃娘娘无关，皆是奴婢一人之错。来人，把他带下去，仔细审问。陛下，臣妾只是关心小公主，陛下就这样冤枉臣妾，臣妾委屈啊。朕只是一时心急，错怪了爱妃，爱妃莫要生气。臣妾对香一窍不通，用的都是宫里的香，陛下要不要闻闻？容妃娘娘说谎，静儿鼻子灵得很，那个大花瓶里就有静儿身上刚才的香味。陛下，您这是做什么？你为何如此慌张？难不成那里面藏了什么不该藏的东西？没有。怎么会？书里面明明写着他把香盒藏在了花瓶里啊，怎么不见了？陛下，您该不是怀疑臣妾对小公主下毒吧？您无凭无据冤枉臣妾，臣妾可是要伤心了。不行，不能让容妃就这么轻易逃过去。是朕不好，让爱妃受委屈了。看来是静儿冤枉容妃娘娘了。原来那天青莲姐姐带静儿去宫女院，真的只是玩捉迷藏，都怪你长火，害得静儿害怕了好几天呢。什么？那场大火竟然与容妃有关？熏香既产自叶州，在你嫌疑还没洗清之前，季福德，传令下去，将容妃禁足1个月。什么？摆下长平宫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！虽然没有彻底扳倒容妃，但能让她禁足1个月也不错。摆驾长平宫。陛下当真这么狠心，说禁足就真的不来看本宫了？这要是真被关1个月，本宫的存柳宫可就要变成冷宫了。娘娘想要复宠还不简单？娘娘本就貌美，俗话说病中更添3分娇。娘娘若是装病，陛下定会心疼的。哼，你倒是聪明。明天一早，把太医院所有的太医都找来。事成之后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是。让你请太医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容妃娘娘把太医院所有太医都叫去存柳宫了，奴婢也没法子。下去吧。是。容妃让太医去她宫里，书里面原来没有这段剧情呀。补充体力算一卦吧。原来如此，那我必不能让他得逞。小六这是做什么呢？许是在捉蝴蝶，过去看看。
手里拿的什么？薄荷。你拿它做什么？小公主说，皇后娘娘嗓子不舒服，小公主是为了皇后娘娘才来这里摘薄荷叶的。怎么不叫太医？容妃娘娘病重，太医们都去了她那里了。她当太医院只给她治病吗？你现在就让李太医去给皇后治嗓子，朕去存柳宫看看。这不能给渣爹去存柳宫的机会。季公公，不能让父皇一个人去存柳宫。容妃娘娘得的是疫病，父皇会没命的。刚才这声音是？难道是小公主说的？小公主不会说话，难不成是小仙童附身，特来为咱家指点迷津？陛下，您还是别去存柳宫为妙，毕竟那闹得太医院兴师动众的，想来不是什么小病。你什么意思？陛下龙体尊贵，这万一惹出什么恶疾，实在是不太妙啊！更何况，容妃娘娘好像什么？好像是疫病。去把太医院院士给朕找来。这，嘿嘿，今日之事，谁也不许说出去，否则，本宫随时可以让你们人头落地。记得统一好口供，把本宫的病说得越重越好，最好让陛下一听就担心，明白了吗？是。别过来！陛下，不是您宣臣来的吗？后退2步。再退。行了，就在这说吧。容妃得的什么病？回陛下，容妃娘娘她到底得的是不是疫病？陛下这么说是何意？难不成容妃娘娘已经告诉了陛下，这是她在借陛下之口试探我？本宫随时可以让你们人头落地，记得统一好口供，把本宫的病说得越重越好，明白了吗？陛下，容妃娘娘她确实得了疫病。戚福德，速命人在存柳宫增加守卫，至少将容妃禁足3个月。所有与容妃直接接触过的人，3日内严加看管。若是让疫病蔓延开来，朕拿你试问。是不是皇上来了？大胆，何人敢闯存柳宫？陛下有令，娘娘身染疫病，3个月内任何人不得出入存柳宫，还请娘娘见谅。谁身染疫病了？本宫没病。太医院已将娘娘的病情记录在案了，还请娘娘安心养病吧。这群蠢货，让他们把病编得重一点，也没让他们变疫病啊！娘娘，你也不用太生气。都怪你这个贱人，出的什么馊主意？本来只用禁足1个月的，现在倒好，又多了2个月。娘娘息怒，奴婢还有一计，可助娘娘复仇。什么办法？哼！本宫已经按你说的忍了3个月，要是不成，娘娘放心，奴婢已经打听过了，这3个月陛下一直政务繁忙，鲜少在后宫留宿，正是娘娘大放异彩的好时机。哼，最好如此。来，
小公主，睡觉吧。不好，好不容易过了3个月安分的日子，我可不能再给他机会。什么声音？似乎是有人在弹琴，声音好像是从存柳宫那边传过来的吧？啊，存柳宫。这样算来，朕已有3月没见过容妃了。她的病怎么样了？回陛下，听太医说，好的差不多了。那朕去看看她。小公主，好了没？什么人？什么人？静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静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静儿想父皇了，所以接父皇回家。等了多久了？累不累？不累。摆下长平宫。那容妃娘娘那边，等朕把静儿送回去，再去存柳宫。渣爹怎么还想着容妃呢？不过容妃被关了3个月，只要我能拖住渣爹，我就不信他能等那么久。哼哼。陛下怎么还不来？许是被政务耽搁了，娘娘别急，再等等。陛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静儿睡着了，朕把她送回来。那陛下今晚……朕还有折子没有批完，就不在长平宫睡了。渣爹明明是想去找容妃，说的那么冠冕堂皇。哼！不要杀静儿！不要杀静儿！不要杀静儿！静儿，别怕，有父皇在呢。说说做了什么梦？静儿不敢说，静儿梦见容妃娘娘要杀静儿，就是今晚。等父皇去了存柳宫，他就会派人把静儿、母后还有二哥哥都杀了。梦都是假的，别瞎想。纵火案和相毒案查出来，均和容妃无关。朕也是时候该趁此机会，还容妃一个清白了。静儿做了噩梦，朕带她出去散散心。是。拖了这么久，容妃娘娘的耐心该差不多了，有好戏看喽！嘿嘿。父皇怎么带静儿来容妃娘娘这里了？静儿害怕。静儿别怕，有父皇在。去通报一下，就说容妃病愈，静儿有心前来探望。只要解开误会，以后静儿就不会害怕容妃娘娘了。容妃娘娘，小公主得知您病愈，有心前来看望。本宫这琴又不是为他弹的，他一个贱人也配来探望本宫？陛下，要不要老奴进去看看？不必了，朕亲自去看看。让他等着吧，本宫已经睡了，听不到也很正常。容妃娘娘，坏事做多了会有人敲门哦。谁在说话？谁在说话？娘娘，没有人说话呀。难道是我听错了？你没听错，我是天上派下来的小仙头。若你不真心悔改之前做过的事情，今晚黑白无常哥哥就会把你带走。
该，不要带走我！娘娘，你怎么了？青莲，你能听见那个声音吗？别问了，我说的话只有你能听见。想好了吗？我要叫无常哥哥们来了。我悔改，不要带走我。说吧，你都做过哪些坏事？若你真心悔改，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。你不是一直想让皇帝来你宫里吗？能让陛下来我宫里？好，我说，我派孙姑姑推六公主下水，我还污蔑二皇子造谣我出身一事，我还命刘尚福给小公主的衣服下毒，我还装病，让太医院为我编造病情。父皇，家好怕。别怕，静儿，父皇一定会好好护着静儿。容妃娘娘，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。容妃娘娘，皇上今晚翻了您的牌子。快带我梳妆。是。带人把容妃宫里的东西都抄来。陛下，您这是要……容妃目中无人，已经不适合住在存柳宫了。这……陛下，陛下，怎么又把小公主带来了？怎么，你在叫朕做事？臣妾要承恩，她才4岁，待在存柳宫里不合适吧？是不太合适。那臣妾现在就安排轿辇送她。不急，朕和静儿听说你病好了，特地来看看你。爱妃，你真的好了吗？是，臣妾的病真的好了。父皇，佳儿听说疫病治好后的几个月，人会暂时失去痛觉。朕听说，这疫病治好后的几个月，会失去痛觉。是，臣妾没有痛觉了。爱妃说的可是真的？真的没有痛觉，陛下，不信你看，臣妾真的没有痛觉了。爱妃，你也别怪朕心狠，毕竟这疫病可不是个小事。青莲，张嘴。陛下，怎么？你要抗旨？奴婢遵旨。你敢？你也要违抗朕的旨意吗？娘娘，得罪了。够了，停手吧。是，陛下，你验也验过了，现在相信臣妾痊愈了吧？朕当然相信。陛下，那这个小公主，臣妾现在就安排把人送走。动手！陛下，你这是何意啊？这区区存柳宫，怎么能配得上容妃呢？朕想到一个更适合你的地方。什么地方？自然是冷宫啊！陛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不知道做错什么，陛下。够了，你当朕耳聋吗？你刚刚说的每一句话，朕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亏朕还觉得你被禁足几个月冤枉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毒妇。父皇，佳儿的手好痛啊！去拿些治伤的药膏过来。陛下还是爱我的，看到我受伤，他还是会担心的。
陛下，臣妾的头好痛啊！怎么受伤了也不告诉父皇？青儿怕父皇担心嘛。我就不信了，难不成我争宠，还争不过一个黄毛丫头？陛下，臣妾毕竟为你生了大皇子，看在大皇子的份上，你就原谅臣妾这一次吧。容妃虽然害了静儿，但毕竟静儿也没什么大碍。扶你家娘娘起来吧。是。不是吧，渣爹不愧是渣爹，这么轻易就败在美色之下，怪不得原书里会因为妖妃祸国而死啊！还得靠我出手才行。容娘娘，父王只不过是让你起来而已，又没说不让你去冷宫了。你真以为自己赢了吗？这个声音，是你，原来是你在装神弄鬼。静儿是故意让父皇看到今晚这一幕的，娘娘高兴吗？等容娘娘死在冷宫，我们就可以过上幸福太平的日子了。哇塞，想想就激动。休想，死哑巴！你以为摆了本宫一道，以后日子就能好过吗？怎么不能？以后静儿天天缠着父王的长明宫，让他陪着母后和二哥、大皇兄和大皇姐受尽冷落。嘿嘿，看。你就是个早死的命，你哥是蠢货，活该被人算计到死。你母后更是个没人要的老东西，你们全家都是被我踩在脚底下的贱人，贱人！贱妇，发什么疯？本来朕看在以往的情面上，只想让你到冷宫反省2个月，你还敢挑衅朕？来人，杖责容妃30大板。来人！什么？只是在冷宫反省2个月？那我刚才……陛下，是这个小贱人挑衅臣妾，臣妾才……不敢狡辩！你明知道静儿不会说话，还反复口出恶言侮辱她，看来朕也不用顾及以往情面了。容妃以下犯上，折辱皇后，褫夺封号，降为答应，移居冷宫。陛下，臣妾冤枉，你不能这么对臣妾啊！陛下，陛下！小公主说：“父皇，您不要生气，生气会让人变老的。静儿，不要父皇变老。”陛下，陛下，手艺好学吗？哎，熟能生巧。如果你想学的话，多和小公主交流，很快就能学会了呀。帮母后铲除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以后本公主可以在后宫横着走了。嘿嘿。陛下，你把容妃打入冷宫，那大殿下那边该如何处置啊？一切如常，封锁消息，就说是容妃病情加重，朕唯恐疫病蔓延，把她送到了杜云庄疗养。这斩草不除根，那大皇子得知真相，不造反才怪呢。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躺平啊？这什么情况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容妃娘娘病情加重，陛下将其送至杜云庄疗养了。不是说快好了吗？怎么会这么突然？这奴婢就不知道了。这其中肯定有蹊跷，我得找人去杜云庄问问。静儿，过来。来，母后抱一下。哎呦，这么重呀！静儿，你看，这些啊都是你父皇送过来的底子干净的人，你看看有没有喜欢的，便留在你殿中服侍你吧。
这不是原书里做饭最好吃的宫女玉婉月吗？我以后可有口福了。母后，我喜欢她，我想让她当金儿殿里的掌事姑姑。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回皇后娘娘，奴婢名为玉婉月。本宫这女儿金尊玉贵，你若做她掌事宫女，必得全心全意地照顾她，护住她。你可能做到？回娘娘，奴婢一定尽心侍奉，拼死也会保护好小公主，不再让她为人所害。再过1月便是中秋宴了，这中秋家宴和宫同庆，人多眼杂，你可得好好照顾好小公主，明白吗？娘娘放心，奴婢必定尽心尽力。殿下，怎么样了？容妃娘娘并不在杜云庄，也不在避暑别院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母妃到底在哪儿？殿下别急，虽说宫外查不到任何消息，但冷宫附近却增派了不少人手。若小的没猜错的话，容妃娘娘定是被关进了冷宫。什么？什么？你敢确定？最近并无嫔妃被贬入冷宫的消息，冷宫唯一可能住的嫔妃，便只有容妃娘娘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母妃金尊玉贵，怎么会受得了这种委屈？殿下，若是真想救出容妃娘娘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咱们只要真的。大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王美人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与人私通，你就不怕被诛九族吗？大殿下饶命，妾知道错了。王美人要想活命的话，1个月后的中秋宫宴上，怎么样，小公主喜欢吗？好重啊，可以不戴吗？什么声音啊？好可爱啊！我刚才这是听到了小公主的心声。难道我是天选之人，竟能跟小公主心意相通？小公主，奴婢还是给您戴上吧。今夜中秋，月色正好，朕难得与众爱卿同聚一堂，诸位只管放松，今日只论欢喜，不谈正事。母妃，是我，颖儿。颖儿，你是来接我出去的吗？母妃，你先吃点东西。父皇现在正在中秋宫宴上，等宴会结束，他就亲自接您出去。真的？真的，孩儿已经安排好了。您要吃饱，才有力气。对，要吃饱，要吃饱。母妃放心，孩儿一定会让您风风光光的回到存柳宫。啊，这具身体还是太小了，才几点就困了。来，躺下。那，你看，都是些庸脂俗粉，看多了甚是无趣。差不多了，让后面的人不必准备了。这，退下。是。
蓉儿。静儿，醒了。好，我就知道渣爹肯定过不了美人关。不过嘛，先让这王美人得意一会儿，不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宫的宫女？陛下，您忘了，她是王美人，只因长得像容妃。容答应，您曾宠幸过她一夜。是挺像蓉儿，也不知道蓉儿在冷宫里过得怎么样了。哼，狐妹子。美人跳得还算不错，说吧，想要什么赏赐？臣妾没什么想要的，只是好奇今年的月饼有何新奇，竟得陛下如此青睐。中秋宫宴，帝后的糕点通常是由皇后安排小厨房单独制作，你只需要找机会向她讨要，再趁机将藏于指甲里的毒下到月饼里，吃下栽赃她即可。可无缘无故的，陛下会相信吗？若只是中毒，他自然不会信；但若是涉及到皇嗣，那便由不得他不信了。皇后，可愿割爱？臣妾自然愿意与众姐妹分甘同味。怎么回事？皇上，臣妾肚子好疼啊！血出血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哎呀，皇后娘娘，臣妾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下毒害臣妾？陛下，奴婢刚才看得清清楚楚，皇后娘娘的手根本就没有碰到月饼。陛下，求你为臣妾做主啊！传太医，传太医，传太医！好端端的人怎么突然见红了？莫非是突然有了身孕？别胡说，有身孕了还穿这么少来跳舞啊？故意的呗，想给陛下来个喜上加喜，大玩大了。当真以为大家都看不出来他的心思呢？启禀陛下，王美人确实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，但是有话快点说，不要吞吞吐吐。王美人误食了毒物，皇嗣怕是保不住了呀。请陛下明鉴，臣妾绝没有在月饼里动手脚。陛下，皇后娘娘自打坐下以来就没有触碰过月饼，何来下毒一说？你是小公主的人，自然是要向着皇后说话了。陛下，您吃了月饼没事，说明在做的时候是没有毒的。不过，是不是皇后娘娘见王美人即将快要得宠，暗中做了些什么？臣妾就不得而知了。这个家没我得散啊！算了，还是让我来吧。皇后，朕相信你的为人，说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臣妾与王美人无冤无仇，何必要陷害于她？陛下，这个是皇嗣，您万不能听皇后娘娘一面之词。哎呀，父皇好笨啊！
竟然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了，那个姐姐是自己中的毒啊！静儿还这么小，她肯定不会撒谎。而且美人姐姐不是才被太医诊断出怀有龙嗣的，那母后又怎么会提前知晓呢？先把王美人抬下去，此事日后查明再谈。陛下，自从你2个月前临幸臣妾，臣妾便日日呵护着这个孩子。臣妾知道皇后地位尊贵，您不忍心责罚，可臣妾痛失爱子，请陛下还臣妾一个公道。扎第二根子软，看来我得放大招了。居然还有大瓜！把他扶起来吧。这陛下，臣妾委屈，臣妾本就体弱，只怕这一生就只有这一个孩子。姐姐没有宝宝确实好可怜，不过嘛，这个宝宝本来也不是父皇的，嘿嘿，是一个小太监的。太监，这小家伙到底知不知道太监是什么？静儿要不要告诉父皇这件事呢？静儿2个月前在御花园看见那个姐姐和一个太监在吃嘴嘴，这个宝宝应该是那个太监的吧？朕竟然不知道，在朕的眼皮子底下，竟然还有假太监。好啊，陛下，请您一定要给臣妾主持公道啊！主持公道，朕自然会秉公执法。太医，这王美人怀有身孕一事，你们太医院可知？陛下，臣等一概不知啊。也就是说，谁都不知道她怀了孕。陛下明鉴，臣妾的确不知此事。既然不知此事，那皇后娘娘又何必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害她？难不成是怕王美人快要得宠，想看她丢人，在御前失仪吗？够了！陛下息怒，臣妾也是不想看皇后娘娘受冤屈啊。你既然怀着龙宠，那为何不去找太医问诊，开安胎药？臣妾自知身份低微，我怀有龙嗣一事暴露，只怕保不住这个孩子。有苦衷，你不找太医，是因为你肚子里怀的根本就是个野种。陛下，没有，臣妾怀的是您的孩子呀，是龙种啊！姐姐骗人，静儿明明都看到她把一只好漂亮的蝴蝶发簪交给那个太监了。哎呀，我要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父皇呢？戚福德，奴才在。朕曾赐给王美人一枚碧蝶簪，去查一查，现在在谁手里？这陛下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明明那天不可能有人路过。男人果然忍不了自己被戴绿帽子，接下来我就等着看好戏喽。跪下！王美人，你作何解释？陛下，臣妾根本不认识此人，这簪子定是他偷的。哦，这是要把锅甩出去了，那我可不能让你得逞。哼，你还想护着他吗？可他好像就只把你当成垫脚石呀。别找啦，我是上天派来的小仙童，特来指引你的。你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，若是坦白，说不定还能捞着一条全尸。老实交代，你到底认识不认识这个王美人？我与张晨从小青梅竹马，他是绝对不会出卖我的。回陛下，奴才跟王美人是青梅竹马，曾有过夫妻之实。奴才跟王美人是青梅竹马，曾有过夫妻之实，恳请陛下赐奴才和王美人一具全尸吧。你胡说！陛下，
千万不能相信他呀！我根本就不认识此人。够了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朕没心情再听你狡辩。来人，赐毒酒，将这对狗男女扔到乱葬岗。走。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大皇子，大皇子，你快替臣妾求求情啊！有好戏看了。怎么，这事还和颖儿有关？陛下，一切都是大皇子的。这么简单的事都办不好，真是废物。那是爹爹的戒指，难道？满嘴胡言！本殿下何时与你有过交集？你不要以为我母妃外出养病，无人撑腰，就可以肆意攀咬本皇子。到底怎么回事？父皇，儿臣挂念母妃，忧思成疾。若母妃在的话，儿臣定不会受此等委屈。你是朕的长子，朕自然会给你一个交代。把这对贱人的嘴堵上，拖出去斩了。走。你母妃前几日也已经痊愈了，看在你思母心切的份上，就把她接回存柳宫吧。谢父皇。啊！这事儿就交由你去办。这……容妃的命可真是硬的。按照剧情，下一步他们应该是要准备夺太子之位了。天哪，想躺平怎么就这么难啊？母妃，您受苦了，是孩儿不孝，没能早点接您出来。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那老妖婆生了袁静那个会妖术的小贱人。他们让我们栽了这么大一个跟头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他们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母妃，您刚回来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放心，母妃已经有全盘计划，定能让你登上这太子之位。静儿的哑毒，太医医治的可有起色？太医正在全力的研制解毒配方，只是这毒素向来少见，得慢慢试。炸爹这个昏君，明知道容妃害我至此，还是心软把她放出来。祸国妖妃不除，我就要成炮灰了。陛下放心，不管静儿的病能不能恢复，臣妾都会宠她一生一世。母后。静儿也到了开芒的年纪了，是时候去上书斋，跟着其他皇子公主们一起读书了。为什么要上学呀？我不想上学。父王不要，静儿起不来那么早。你年纪小，朕许你每日可以晚到1个时辰。静儿不能开口说话，若是去了，肯定会被各位哥哥姐姐瞧不起的。无论谁欺负你，尽管告诉朕，朕会替你出头。静儿，乖，咱们呀，总得去识些字，总不能做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公主。去把萧儿叫来，让她今日带着小公主一起去上书斋。是。季福德，摆驾存柳宫，朕去看看容妃。这。渣爹怎么又要去容妃那里呀？对了，刚过中秋，按照书里的剧情，马上就要发生旱灾了，用这个理由应该能让他留下来。天气好热呀，再过几天井里打不出水，农民伯伯也种不出粮食，大家都会饿死的。静儿想到这里都没心情念书了，真想出宫告诉他们早点囤粮食呀。
他居然能预言到汉才。不对，朕即位后每年都用心祭祀求雨，一直也是风调雨顺的。开春到现在还下了不少雨，怎么可能大旱？不是吧？这就走啦？朕怀疑这江山轮不到大皇子造反就得完蛋。哎呦！母后，我带妹妹上学去了。一定要好好照顾好妹妹。是。渣爹不作为，哥哥还是个书呆子，我真的好难啊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，先治其国；欲使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。二皇兄，你带他去后殿睡吧，省得太傅看到这个样子要发疯。欲修其身者，先正其心；欲正其心者，先诚其意；欲诚其意者，先治其知。治之在格物。完蛋了！六公主是嫌我老头子讲的东西枯燥乏味。也好，你讲讲看。啊，这具身体还是太小了，根本控制不了睡意呀。请问六公主，何为治国呀？看你怎么办。太傅，静儿不会说话，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呢？是啊，怕是六皇妹连治国2个字都不会写吧？不会说，难道还不会比划吗？你是他的伴读书童吧？你先给他翻译。是。国是什么？小公主问太傅：“国是什么？”太搞笑了吧！我说大皇兄啊，你这还是太保守了。人家不仅不知道治国怎么写，人家连国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问我国是什么？以将化玉，以玉化国，正可谓之国。小公主问：“是不是从甲国来到乙国，就成了乙国人？”当然不是，你身上流的是本国的血，你死了都是本国的人，不能因为去向而改变。小公主问：“如果举国子民迁徙，移居他处呢？”民在，当然国在了，自然就是了。如此说来，其区分不在其疆域，而在其民。小公主说：“治国就是治民。”古往今来，治国到底是治官还是治民？多少文人志士都不敢轻下定论。六公主今天坚定豪迈，答得好，好，坐。太傅，小公主又问：“什么是治？”太傅，你可别夸他了，他是瞎猫碰到死耗子。你知道什么是治吗？化堵为疏，化乱为序，化恶为善，化病为康，化污为净，此乃为治。小公主说：“那就是让陛下的子民们从不开心变得开心，从流落变成有家可归，从凶恶变成友善，从生病变成健康，从脏乱差变成干净整洁，就是治国。”好，
答得太好了！好，小小年纪竟然有这种才华，实乃是天才也。瞎猫碰上死耗子罢了，谁知道是不是下人在帮他回答？三皇帝，静儿可是一直在用手语跟太傅回答，大家都听着呢，别乱说话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。一会儿除了小公主之外，你们每个人回家写一篇治国策论，1个月后交到我这里来。下课。哎呀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原书里写着大皇子盗用二哥的治国策论，渣爹因此与二哥生了嫌隙。静儿，你可真是块读书的料子，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尽管问哥哥。还傻呵呵的乐呢。算了，自己的哥哥自己宠吧。傻哥哥，你读书再好有什么用？还不是给别人做了嫁衣。文章写的再好又如何？最后呀，都会被大皇子抄去，人家反而拉着一堆人在污蔑你抄了他呢。什么声音？怎么像从我脑子里传出来的？唉，晴儿真担心哥哥会被大皇兄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啊。静儿，妹妹不会说话，难不成是老天垂怜我，让我听到她的心声？果然是兄妹连心啊！其他人能听到吗？看来只有我能听到。走吧，哥哥带你回家。静儿说的没错，为了保护家人，我这性子确实该改改。大皇兄，我不会让你有可乘之机的。来，父皇怎么不在？宫外传来加急奏简，西北边境大旱，已经半个月没下过雨了。这陛下因着这事儿，急得连早膳都吃不下，谁也劝不动。我就说嘛，我堂堂玄门大小姐，算出来的事情肯定没错。小公主，要不您去看看吧？陛下如此疼爱您，没准儿一见您就有胃口吃东西了呢。免费的旷课机会，不要白不要。小公主，老奴可不敢进去，只能陪你到这儿了。季福德，朕不是说过，任何人不许进来打扰吗？脑袋不想要了吗？还在躲躲藏藏做什么？要朕亲自过去吗？人呢？静儿，父皇好凶啊！静儿，你怎么没去上书斋？人家本来是要去念书的，世纪公公说父皇连早膳都没吃，这样因为担心父皇这才过来的。都是父王不好。静儿饿不饿？陪父皇吃点。季福德，传膳。这小公主果然厉害。等季福德试完毒，你再吃。不用试了，最近不会有人给父王下毒。不过嘛，以后可就说不准了。近来不会有人对朕动手，但以后却说不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有人在密谋造反？静儿已经成功预知了大旱事件，说不定他真有预言神力。他怎么不再多说一点？渣爹性子这么急，不能把预测的事情全部告诉他，不然大皇子造反的事八字还没有一撇呢，
他肯定会急呼呼的出手，到时候打草惊蛇就麻烦了。陛下，国师求见。国师？我记得剧情里，国师表面为文妃效力，背地里却是容妃的人啊！在宫里生活真的好难啊！让他进来。这，静儿，父皇让继父德带你去御花园玩，好不好？才吃到一半就要丢下静儿，坏爹爹！什么狗屁国师，就是乱说话的骗子而已，爹爹不要信他。国师也有问题。还是让静儿先留下。哎，静儿还没吃饱，让她留这儿陪朕吧。这，宣国师觐见。臣参见陛下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不必多礼，平身。谢陛下。好假的头发，一看就是染白的。父皇怎么会相信这种人有仙缘啊？国师这么着急来找朕，可是为了旱灾一事。陛下圣明，如今民间大旱，那乃是河神和雨神在发怒。为今之计，恐怕只有献祭，才能平息两位神仙的怒火。祭祀？你是说用活人祭祀？没错，正是生人祭。大胆！此举自前朝以来便已废除，太祖更是明文规定禁止生人祭祀。你是怎敢如此大逆不道？陛下息怒。若不使用活人祭，那只有最后一个方法，恳请皇上、皇后娘娘到普济寺吃斋祈福，恳求天降甘霖，也好稳定民心啊。果然有阴谋，哼！如今流民遍地，朕作为一国之君，是该给他们吃一颗定心丸了。祈福要是有用的话，还要赈灾干嘛？父皇，这位大国师可是在郊外安排了刺客，只等着父皇和母后出现，一举拿下。父皇要是去了，那可遭殃了。已经暗示到这种地步，渣爹就算再笨，也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？这次若能成功，也算是能给大皇子来个杀鸡儆猴了。国师说的有理，此事便交由你来安排。是，陛下。去告诉主子，普济寺已经安排妥当，一路上也藏了高手埋伏，到时候三皇子只需拿着这枚令牌，便可号令众多高手救驾。你做得很好，若事成啊，文妃娘娘自然是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宫里人多眼杂，我先回去了。不急，如今宫中守卫早就松懈了，太平了这么多年，他们哪里还知道怎么磨枪呢？哟，二位，陛下有请。早知道渣爹这么心急，我就不该把这事儿告诉他，耽误睡觉时间啊！启禀陛下，臣已将人带到，这是从他们身上搜出来的。这几日不见，国师倒是年轻了不少，已经精力旺盛到要谋划刺杀朕了。臣不敢。你不敢？深更半夜私会宫女，当朕瞎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是哪个宫？奴婢名叫温月，是邵文公的人。邵文公是文妃？不，回禀陛下，此事与文妃娘娘无关，都是奴婢一人所为。文妃娘娘有儿有女，怎会行此大逆不道之事啊？陛下，大胆！皇上在此，还敢狡辩？文妃娘娘是被国师忽悠了，她是想假刺杀，让三皇兄出来救驾，好引起父皇的关注。
不过嘛，国师可是想假戏真做呢。来人，将这个宫女押下去关着，严刑拷打。至于这国师呢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臣有何惧？他是在骗父皇呢。国师可是容妃娘娘的人，等刺杀成功，扶持大皇子登基，他就是首席功臣，怎么会不怕死呢？国师竟然和容妃有勾结，为避免大造惊蛇，朕要尽快查清。来人，将乌城带下去，行炮烙之刑。是，不行，命要是没了，我还怎么权倾朝野？陛下且慢。陛下，如果您能放臣一条性命，臣愿意将信物、暗号以及幕后之人全盘托出。如果你说的属实，朕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只要能保命，待大皇子登基，我照样能过得风生水起。想清楚了。说吧。这些年，臣在外游历，结识了一群对朝廷颇有怨言的江湖绿林，名为铁头军，军中头目都以磁铁牌为号。如今，他们已经埋伏在前往普济寺的路上。我们定下暗号，只要拿着铁牌在队尾高举3下，就证明此事已妥，可杀之。届时，陛下你只要带足人手，让人高举3下，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抓获。他又在说谎。高举3下是壮士断腕，让一部分死士被父皇抓捕，实则保留主力的意思。还敢说谎！来人，把乌城押下去，严刑拷打。是。不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陛下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。少文宫那边增加3倍的暗卫，看住文妃，任何人不许靠近。这。三皇子，小公主在午睡，你不能见。三皇子，三皇子，这是做什么？六皇妹，求求你，救救我母妃吧！六皇妹，我知道前些天我在尚书斋得罪过你，可如今少文宫被围，我母亲生死未明，我实在担心她。而你是父皇最宠爱的小公主，只要你肯为我说几句好话，父皇说不定会来看我的。原书中，文妃是个笨蛋美人，和国师密谋，只为了让渣爹注意到三皇子。看在你这么可怜的份上，我就送个人情给你。三皇兄，你想的太简单了，万一父皇一生气，大家都得遭殃。什么声音？这刚才这是六妹的心声。可六皇妹，你不愿意帮我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三皇兄，这事关键不在你身上，只要你肯写一篇臣子论，表达为臣的忠心，父皇知道后会原谅你们的。而且想要在宫里活得长久，有些人还是少来往比较好。呀，光一个大皇子就已经够烦人的了，我是不可能四处树敌，能拉拢一个是一个。谢六皇妹，今日之事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，告辞了。陛下，这是三皇子写的几篇文章，请陛下过目。看来这事儿应该和瑶儿无关，多半是文妃在自作主张。可文妃单纯，大抵也是受了国师的蛊惑罢了。先处死吴成，再把文妃放出来，顺便去趟长平宫，告诉皇后，明日启程去普济寺祈福。这还好，朕英明神武啊，将危机扼杀于无形之中。等明日的戏一演，叛党一清，这场闹剧也该收场了。等等，让静儿也跟着去。撤！
去。吁！发生什么了？回娘娘，前方好像有刺客。看来渣爹的剿匪计划要开始了。多少人？大概好几百人。静儿，你乖乖待在车上，母后去看看父皇。母后别去，我没事的，你不用紧张。陛下，小公主，小公主，外面危险，你不能出去。小公主，快带我去见父皇，只有我能救父皇。他要是挂了，天元就亡了。我带你走。来。父皇做戏为什么不告诉母后呢？这不是让母后白白担心吗？父皇母后放心，孩儿必定护您周全。好，萧儿，有你在，朕就放心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渣爹这是想趁这次演戏来测试二哥的危机应对能力。如果做得好的话，太子之位不就有望了吗？陛下，顶不住了，陛下快逃吧！荒谬！朕养了你们这么多年，连这几个人都打不过吗？陛下恕罪，他们都是死士，根本不顾旁人死活，我们被打成一盘散沙。陛下，急需一个领头者呀！我要是走了，母后和妹妹怎么办？二哥哥，你放心中，这是父皇布的局，我们不会有危险的。父皇，你让儿臣上吧。萧儿，你一介少年，如何能打得过他们？儿臣日日习武，能成一时是一时。天元不能没有父皇，也不能没有母后。这怎么能行？你可是皇子，皇子也是男儿，男儿本就该顶天立地，保护家人。还请母后保重自己，照顾好静儿。你可想好了，此一去，可不一定能回来。儿臣已经想好了，恳请父皇准允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嫡子，去吧。陛下，臣快顶不住了。陛下，娘娘，你们带着小公主快逃，奴婢替你们挡着。不用，朕好歹也算半个高手，怎能让一介女子替我挡刀？陛下，您是天子，你若不在，这天元就真的亡了。朕若是苟且偷生，天元一样会亡，还会被天下人耻笑护不住7年。柔儿，为父这些年亏待了你，这是为父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快带着静儿离开。陛下，臣妾愿意与你共进退。柔儿竟如此爱朕，皇后重臣，儿子忠孝，女儿懂事，连宫里都这么有情有义，长平宫养出来的人，果然很好。这江山背后交付给你们，朕也放心了。什么情况？哪来的暗卫？把他们都压下去，带走，带走！陛下，逆党已全部拿下，武器也尽数缴获。萧儿，没事就好。有朕在，谁都不会有事的。这世上也只有法器才会为朕做到这种地步。要是换做那几个飞剑，恐怕只会丢下朕第一个跑路。朕的柔儿这么好，朕怎么会冷落她这么多年呢？陛下，这人员已经清算，是否可以按照原来计划执行？朕来普济寺是为了吃斋给生民祈福，哪有半路回去的道理？起驾，去普济寺。是。陛下，京兆尹李天顺求见。让他进来吧。这，宣赵尹李天顺觐见。参见陛下。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
是，陛下。陛下，天降旱灾，如今京城内涌入了大量灾民，闹得人心惶惶。臣认为关上城门是最好的办法。等那些灾民都知道晋城无望后，自会离去，兴不起什么风浪。只不过，看守城门需要大量人手，这银子将数以万计的灾民拒之门外，只会让父皇落得一个不爱百姓的名声。李京兆，你意欲何为？看来我之前说的话，他是彻底听进去了。平日里萧儿最是内敛，今日为了朕的名声，居然能激动到这种地步。二皇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父皇，儿臣听到不少百姓在谈论，说服役赋税时用得上他们，一到天灾人祸便弃之不顾。父皇，若失信于民，日后外敌来战，谁还愿意坚守国土呢？好，萧儿说的有理。陛下，可是李大人，朕且问你，自灾行到现在，你可曾真正把接济灾民落实到位？这是自然。撒谎！这些银子都被他私吞了。免费的粥铺子就开了2天，粥里面全是水。收容处也是用树枝搭起来的，连狗窝都比流民住的地方舒服。流民肯定要挤着往城里啊！李天顺，你贪赃枉法，私吞灾钱，真当朕不知道吗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够了！来人，将李天顺押入大理寺，让大理寺卿好好查查，他这些年到底吃了多少钱。是，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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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陛下。现在灾荒严重，正值用人之际，没想到竟有人在朕眼皮子底下搞这种小动作。这还不简单吗？二哥哥一心为民，肯定能做好这事儿的。哦，对啊，这还有萧儿。萧儿，你可否愿意接管这救助灾民一事？父皇，此事如此重大，儿臣从未做过，怕做不好。你是朕最聪明的皇子，朕自然信你。二哥哥不做，难道要把这么好的机会让给大皇兄吗？到时候他被立为太子，靖儿和母后还有活路吗？儿臣领命，一定不会让父皇和母后失望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嫡子。来，吃菜。谢父皇。母妃，乌臣那个废物计划失败了。别慌，文妃还好端端的待在少文宫，陛下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的。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？陛下此次袭服遇刺，前朝立太子的呼声极高。你要是想坐上太子之位，功课千万不能落下，尤其是你父皇最看重的治国策论，一定要好好写。可是，元平校的文学造诣远胜于我，连太傅也只夸过他的策论，要我在策论上超过他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！你傻呀！你将来可是要做皇帝的人，要学会不择手段。他写好的策论，你难道就不能学吗？学？哼，孩儿明白了。静儿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二皇兄呢？三殿下，陛下安排二殿下负责赈灾一事，近些日子应该都没空来上书斋了。二皇兄这么厉害？赈灾这种大事，一般都由京兆尹在负责，怎么可能轮到他？就是，依我看啊，说不定是二殿下想不出策论，找个借口躲着呢。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三皇帝，你今日怎么回事？你平时不是最讨厌二皇帝和六皇妹了吗？还不过来给我搬书？你还在犹豫什么？难道你想像二皇帝一样旷课，受太傅责罚吗？我看你们谁敢旷课？回太傅，是二皇帝。陛下让二殿下赈灾，所以这个月他不用来上课。什么？赈灾？这事竟然是真的？
不过虽然不用上课，但策论要写。这篇治国策论，老夫会交给陛下亲自批阅，你们要好好准备，万万不可应付了事，听懂了吗？哎呦，袁平霄平日里最擅长写策论，再加上父皇还钦点他负责赈灾一事，要是他的策论入了父皇的法眼，太子之位岂不是与我无缘了？你傻呀！你将来可是要做皇帝的人，要学会不择手段。他写好的策论，你难道就不能学吗？不行，我不能让他们得逞，得想办法把袁平霄的策论搞到手。二殿下，您歇歇吧。您刚从城外回来，就急着写策论，身体吃不消啊。最近赈灾事务繁忙，我若现在不写，就赶不上上交了。行了，你也去睡吧。是。写的都是些什么狗屁不通的东西？陛下，这儿怎么有2篇一模一样的策论？什么？去，把萧儿和颖儿带来。这。陛下，大皇子、二皇子和小公主来了。静儿，你怎么来了？静儿想父皇了，所以来了呀。我不来能行吗？我早就跟二哥哥说了，大皇子会抄他的文章，谁能想到这木头根本就没放心里去。参见父皇。起来吧。这篇策论可是你写的？回父皇，这篇策论确实是儿臣所写。那你看看这篇，可觉得眼熟啊？说吧，你们2个谁抄的谁？父皇，这篇策论是儿臣冥思苦想，足足耗费1个月时间写出来的。若父皇不信，儿臣的书房里还有许多手稿。那你呢？儿臣也有手稿，只是昨日不小心遗失了。不是吧，哥哥，你连手稿都没了，那我怎么帮你啊？二皇帝，你近1个月都在赈灾。你没时间写策论，怕父皇责备，抄袭了我的策论，情有可原。这样吧，你给父皇道个歉，这个事情就过去了。萧儿，平时朕这么器重你，你为何会做出这种事情？等等，这2篇策论，哦，原来如此，二哥哥竟然早有打算，父皇好棒棒哦。这儿都看到不一样的字了呢。好啊，好一个不负众望，
大皇子是在阴阳镇不是有德之君吗？二皇帝，本殿下大度，抄袭本殿下策论一事，我可以原谅你，但父皇可不会那么容易的原谅你。你什么意思？暗指朕小肚鸡肠吗？不是，父皇，儿臣不是那个意思，儿臣只是不想二皇帝误入歧途。想必父皇应当是如此。奇怪，父皇怎么会突然对我发起火了？颖儿，这篇策论真的是你写的？当然，若父皇不信的话，可以问儿臣的随侍，他们可以给儿臣作证。二皇帝，你敢吗？有何不敢？这奴才小李子见过皇上。小李子，你是大皇子的随侍？是，陛下。那你可有见过这篇文章？见过。大殿下日日在书房里写策论，废稿都写了好几箩筐，雕琢了整整1个月，才写出了这惊世之作。那你呢？陛下，二殿下近日忙于救灾，早出晚归，几乎是倒头就睡。奴才从没见过他写过什么。好啊，还好提前买通了小金子，偷走了手稿。这下看袁平霄还怎么狡辩。哼！二皇帝，你的随侍都扔了，你还不承认吗？哼！父皇，您为何打我？明明是二皇帝抄袭了我，您就算要骗他二皇帝，也要讲理吧？讲理？好啊，那朕便同你讲一讲。这篇策论既然是你原创，那想必定是一字一句斟酌过了吧？那是自然的。那你给朕解释解释，什么叫自天元开国以来不服众望？你是在暗指太祖以贼行夺天道，还顺道骂朕守国不力，以至于百姓怨声载道吗？不服众望，不负众望，这2个字只1字之差，意思却截然相反。这个蠢货，抄写的时候竟然没发现。父皇，这个策论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写的。刚刚你不是信誓旦旦说是自己写的吗？还把人证都交了，如今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二哥哥学坏了，不过我喜欢。对待恶人就应该更坏。是你，一定是你！你故意写错1个字，你知道我会抄去，你故意的！大皇兄，我连手稿都没有，无凭无据，你如何说是抄我的？陛下，容妃娘娘求见。你怎么来了？臣妾担心陛下批阅策论饥饿，特意吩咐厨房炖了参鸡汤。颖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这个好儿子，抄袭萧儿的策论就罢了，还讽刺说朕不服众望。你说，朕应该如何罚他？父皇，这篇策论用词是儿臣大意疏忽了，并非儿臣本意，求父皇给儿臣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陛下，您先消消气。若是颖儿真的抄了他的稿子，也不可能只单单错那1个字。依臣妾看呢，说不定原稿就是这么写的，在故意给人设套呢。嘴上说是兄友弟恭，这心里打的什么算盘，还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呀。不是吧，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，容妃还真不是个善茬呀。陛下，太傅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老臣王宪拜见陛下，陛下万福。不必多礼，有话直说。陛下，老臣早上出来匆忙，没有检查，这是二殿下的策论。那这篇是？陛下，这是1个月前二殿下策论的手稿，我当时就给他打下去了。
他因为辞藻华丽，言之无物，这才是二殿下正式的策论。二殿下经过赈灾一事，成长了许多。老臣以为，在几个皇子当中，二皇子才是有治国之才的人。1个月前的初稿，太傅，你处处帮着袁平霄说话，你就不怕父皇以你勾结皇子治你的罪吗？够了！朕真没想到，朕的大皇子竟是如此卑劣之人。陛下，颖儿也是为了讨您欢心。讨朕欢心，靠窃人之文就能得来的，字不变易，句不达理，简直辱没我皇族门楣。父皇，您就饶过儿臣这次吧，儿臣也是无心之失啊。陛下，颖儿作为您的长子，一心想要得到您的赏识。他表面上不说什么，可臣妾瞧得出，他心里头可是绷得紧的。他一味逞强，事事要争，可陛下您忘了，他也只不过是一个还未及惯的孩子而已啊。臣妾以母亲的身份，斗胆替他说一句，请陛下给颖儿一个改过的机会。罢了，此事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全当个教训，以后绝不可再犯。多谢父皇开恩。不是吧，这事儿就这么轻飘飘的接过去了？二哥哥好可怜哦，写了2篇好文章，却站在这里挨了半天骂。以后静儿就学大皇兄，直接抄别人的就好了，反正大皇兄抄了二哥哥的也没受罚。站住！朕深思熟虑，你既为长子，理应给弟妹做好表率。即日起，禁足存六宫东偏殿，重修策论，直至太傅首肯，再许出殿。什么？父皇，您不能这么做！这个太傅他是袁平霄的人，他怎么可能让儿臣通过？难道您不该管管他跟袁平霄私下勾结的事情吗？大殿下，你无序无凭，凭何污蔑老臣？哎，此事朕自然也会管。啊，陛下，颖儿的疑虑，朕能理解。毕竟这太子之位空悬已久，我天元虽奉嫡为政，但也有立长之力。朕当年便是太祖的长子，得先帝所托，方成大统。你身为长子，更该稳重，知错就改。禁足就免了吧。多谢父皇开恩，儿臣以后一定谨言慎行，不负众望。你聪明伶俐，只是心性还不够沉稳。朕思来想去，还是该给你一个机会。本宫就知道，陛下果然还是更偏爱长子啊。谢父皇，待儿臣登上太子之位后，必将……朕何时说过要立你为太子了？以后，朕的长子袁旭颖为靖安王，朝中要事便可从旁协理，积累一些阅历。将来等太子成政之时，你身为兄长，也可以为其分忧。父皇，那太子……季福德，宣朕旨意，朕的嫡子袁平霄德才兼备，敬天爱民，今册封为皇太子。这，父皇，儿臣还小，才学欠佳，还请父皇收回旨意。萧儿，你本就是朕心中太子人选，无需多言。另外，朕还要册封朕的嫡女袁静为皇太女。从今以后，太子与太女同为储君，共掌国事。册封大典便定在5日之后吧。这……父皇刚立储就天降甘霖，现在民间都在传那2个贱人是天命之子，母妃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本宫也该把筹码亮给你看了。
母妃，难道您还有办法？大理寺卿秦楼台曾与本宫青梅竹马，你找个理由出宫与他会面，他会有办法帮我们的。5天后的册封仪式，我要他们跌入泥泞，永远翻不了身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之长子袁旭颖忠诚勤勉，经封为靖安王，赐居东郊王府，协管朝政，辅佐太子太女，供本社稷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之嫡子袁平霄德才兼备。你看，啊，这什么呀？哎呀，这么多呀！哎呀，这是不祥之兆啊！快！哎呀，你看，走！哎呦，乌鸦不祥，怎会在册封之时出现啊？天降异象，莫不是天意不允？大殿下，下官终于见到您了，快请坐。你要是有办法，就别藏着掖着，快些说出来。殿下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既然百姓觉得他们天降异象是天命所归，我们为何不借天命来反将他们一军呢？什么意思？殿下，这是星魂饮，乌鸦闻之极惧。此物真能招来乌鸦？自然，只要在广场前偷偷打开，乌鸦就会蜂拥而至，百试百灵。殿下可得收好了。放心吧，殿下，本官与钦天监监正交情不浅，他会向着您的。这一下看你们还怎么翻身。二哥放心，不会有什么影响的。嘿嘿。出门前还好算了一卦，区区乌鸦也想毁掉我和二哥的册封仪式。陛下，你看这……还愣着干什么？册封之事重大，岂可随意停下？是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陛下，乌鸦群聚乃是不祥之兆，恐天意不允册封，陛下万万不可逆天而行啊！天意，一群乌鸦就是天意。监正，你是在质疑朕的诏命吗？陛下息怒，臣不敢妄言，只是臣昨日夜观星象，赤星犯北斗，阴翳蔽日，本就是不祥之兆。今又逢乌鸦群聚册封之时，此等天象不可不察呀。是啊，前朝册封太子时就曾乌鸦鸦谈，而后王朝就灭了。就算不是天意，只是百姓议论纷纷，反而惹了祸事。陛下，靖安王受诏之时，天清气朗，乌鸦却在太子太女受封之时骤然而至，这恐怕不能全作巧合看待。臣斗胆请陛下慎思此事，莫逆天意呀！请陛下三思。朕筹谋多年，太子与太女之位早有定论，可若强行立下，怕是众心难服啊！既如此，那这册封大礼便择日。没事吧？你看，乌鸦怎么又来了？哎呀，你看，
怎么这么多呀？哎呀！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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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钟爱卿对着册封之事，可还有异议？正如你们刚才所说，这乌鸦代表天意，那朕的孩子岂不都是不祥之身？你们是不是还要说都是因为朕晦气啊？臣不敢。既无异议，那这册封大典便照常举行。是，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。这事儿，本宫本来也觉得不妥。要不是秦楼台信誓旦旦，本宫也不会放心交由他处理此事。听母妃的意思是，您还有后手？自然。孩儿愿闻其详。要扳倒2个人不容易，但是要扳倒1个人就轻松多了。可是他们都册封了，现在对皇后下手还有用吗？动点脑子，你的目的是坐上龙椅，而不是窝在太子位上打转。真要动，自然动的是龙椅上的人。您是说对父皇下手？哼，没错。父皇身边守卫森严，平时连吃食都要人反复尝试，我怎么可能有机会呢？说要在宫里，自然是没有机会的。可如果他在你的王府呢？可是孩儿并未出宫开府。本宫给你安排好了一桩婚事，你贵为大皇子，婚事定下了。陛下自然会让你出宫开府。大婚当日，他难道还能缺席不成？婚事和谁？前金赵尹李天顺的庶女李思瑶。李天顺那个贪官不是在大理寺受审吗？您让我娶他的女儿？怕什么？有青楼台在呢。而且，你可知李思瑶的外祖是谁？是北疆骠骑将军温景。他镇北20年。手下将士对其忠心耿耿，一场替人翻案的情分，换一门藏着兵权的亲事。你说这笔账划不划算？母妃好算计，这一环扣一环，真是妙极了。你若娶了李思瑶，温景就有理由入京探望外孙女。到时候是探亲还是调兵，就看你的安排了。不过嘛，这事儿还得徐徐图之。哟，这不是那个贪官的女儿，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来上书斋了。住口！身为宗室弟子，竟如此欺负一个弱女子，你们读的礼义廉耻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吧？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多谢王爷关心。你不必拘谨，这是在书斋，大家都是同窗，你叫我虚影就好了。谢谢大皇子。六妹和二哥还在坛山上香，必须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。帮我跟太傅说一声，我今天身体不适，不上课了。哎，早上不还好好的？阿弥陀佛，施主可在此地稍后歇息。二皇兄，六皇妹，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们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得尽快阻止他们。这也说明不了什么。这还不是异常吗？那可是大皇兄啊！奴婢觉得三弟家说的没错，奴婢从未看见大皇子对任何女人如此温柔，此事确实非同凡响。是吗？我怎么不觉得？二哥哥真是个死脑筋。李思瑶的外公手握重兵，
大皇子要是直接求娶她，意图太过明显，所以他想让李思瑶主动提出来。不过嘛，这事也好解决，反正二哥哥长得这么好看，色诱一下不就行了？怎么办？小公主的心声只有我能听到，我要告诉二殿下吗？可这话我怎么说出口啊？小公主的心声可是很灵的，但我怎么好意思跟二哥说色诱这种话？要不我去接触接触这个李思瑶，看看他对大皇兄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二皇兄这样想最好不过了，不过我们到哪儿找这样的机会呢？这个大皇子今晚叫我去天云楼，这是为何？你是太子殿下？你认识我？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那日在去普济寺的路上，小女子有幸见过太子殿下的英姿。时辰不早了，小女子还有事，先告辞了。我送你回去。我怎么了？金安王他约小女子在天云楼见面。到我出手了，嘿嘿。多谢太子殿下一片好意，但我不想太子殿下因我和兄弟产生嫌隙。你要是去了天云阁，就只能嫁给那个靖安王喽。不用看了，我是天上派下来的小仙童，专为人指点迷津的。靖安王在天云楼里准备好了迷药，你要是去了，必定清白不保。到时候你父亲正好顺水推舟，就把你嫁给他了。居然是这样，怪不得父亲近日总在我面前提起靖安王。你要是真的嫁给他了，他就会借用你外公的兵力造反。不过就算成了，他也不会立你为皇后，而且还要反过来杀你全家灭口。什么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。那我该怎么办啊？我可以给你指一条明路，你先假意同意嫁给他，待你外公进京后，然后来一个将计就计，瓮中捉鳖。不过嘛，最简单的还是求助你面前这位喽。太子殿下，小女子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否答应？这李思瑶怎么回事？居然一夜没来。本宫怎么会生出这么蠢笨的孩儿，竟俘获不了区区一介官员庶女的芳心？容妃娘娘，李昭隐进宫了。正好，本宫去看看他的意思。陛下，李昭隐求见。让他进来。这宣昭隐李天顺觐见。见过陛下，容妃娘娘。平身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今日来是想求一道赐婚旨意的。哦，说说看。昨夜我那小女哭哭啼啼地跟臣说自己爱慕靖安王，但她毕竟是庶出，臣也不求她能做王爷的正妻，所以恳请陛下赐她个侧妃之位。爱妃怎么看？思瑶这孩子性子单纯，虽然只是庶女，但对颖儿也是实打实的真心。没想到爱妃对京兆尹之女这么了解。臣妾也只是听说。
朕先前误判了爱卿，误了爱卿清官之名，那朕便答应你替他们赐婚，也算是给你的补偿了。挑个良辰吉日，将这事办了吧。多谢陛下。我不同意。父皇，儿臣恳请父皇收回旨意。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这事已经定下来了，你不想娶也得娶。儿臣自然是要娶的，但要正大光明，八抬大轿的迎娶她进门。父皇，儿臣想娶李思瑶当我的靖安王妃。王爷，但她毕竟是庶出，配不上王爷。庶出又如何？父皇，儿臣曾经做了许多让人不省心的事情，但与思瑶相处之后，儿臣真的成长了许多。若能娶一贤妻，儿臣也好将家事交给她，以后专心辅助太子政事，恳请父皇同意。你的确是成长了不少。好，那朕便答应你，让李思瑶做你的王妃。谢父皇。既然是娶正妻，那该有的仪式都得有，该宴请的宾客也不能少。这事儿就交由你操办吧。是。来了来了！恭喜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啊恭喜啊！新婚大吉啊！恭喜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！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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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新婚大吉！新婚大吉！恭喜！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我等复命为察晋王府，任何人不得进出。啊，诸位不必惊慌，今日本王成亲登基，双喜临门。若愿追随本王，本王必有重赏。这是要造反吗？昏锦将军已归入本王麾下，北疆10万铁骑尽在本王掌中。连温将军也投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温将军，他给我拿下！末将温锦奉圣命捉拿叛贼靖安王。你说什么？你敢抵抗圣命？你是疯了吧？末将只听陛下的旨意。严旭阳，你当真以为朕不知道你这些小把戏吗？是你出卖了我！休想动他！凭什么我拥有的一切你们都夺走？因为你犯了错呀，犯了错的人自然要受到惩罚。妖怪！押走！你们不能这么对朕！朕是皇帝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朕！今日静儿生辰，又得天佑，服药后嗓音已经恢复，此等喜事当与诸位同贺。恭贺公主！公主千岁千岁千岁！静儿，既然嗓音已经恢复，不如给大家唱上一曲如何？哼，早知道就不喝药了。去吧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无论天涯与海角。唱得好，不愧是朕的女儿。